大家好，今天我想先给大家听一首歌，我们先来听一首歌，听一听，看一看，你知不知道这首歌？对不起，我的中文不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对不起，我的中文不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想跟你。OK， 歌听完了，你听过这首歌吗？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如果你有一个中文老师，你问他，你说，老师，你可以给我推荐一首歌吗？你可以给我推荐一首中文歌吗？你的老师他很可能给你推荐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它挺好玩的，它挺有意思的。这首歌很容易，它不很难，所以很多老师他会推荐给学生这首歌。这首歌他说了什么呢？这首歌他唱了什么呢？他唱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。他是几个外国人，他们想和中国人聊天，他们想和中国人一起聊天，想和中国人说话，但是他们的中文不太好，所以他们一直说，对不起，我的中文不太好。他们一直说对不起，我的中文不太好。如果你来中国学习，你来中国生活，你来中国旅游，你可能会也有这个问题，你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。你想和中国人聊天，想和中国人说话，但是你的中文不太好，你也可能会说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的中文不太好。这个时候，中国人可能会说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的英文不好，我不会说英文，我的英文很不好。这个时候，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你可能会想，中国人的数学很好，中国人的物理也很好，为什么中国人的英语不好呢？为什么中国人的英语很差，英语不好？你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。如果你问你的中国朋友，你问他们，为什么你的英文不好？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很多原因，他们可能会告诉你很多理由，很多理由，很多原因。比如，他们会告诉你，我不喜欢学习英语，我对英语没有兴趣，我对英语一点兴趣也没有，我对英语不感兴趣。或者他们会告诉你，我的英文老师很无聊，我的英文老师很不好，很没有意思，我的英文课很不好，我们的学校很不好。他们会告诉你很多的理由，很多的原因。这些理由，这些原因可能是真的，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主要的原因，它们只是一部分原因，不是主要的原因。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考试。中国的考试有很多考试，我们有很多很难的考试。其中，这些考试有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考试，最大的考试就是高考。你们可能听说过高考，高考是中国最大、最难、最重要的考试。如果你想上一个很好的大学，你需要参加这个考试，参加高考。高考非常难，
有很多很多考试，你需要准备英语考试，你需要准备数学考试，你需要准备物理考试，还有化学考试，你需要准备很多考试，所以高考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很大的考试。但是中国的英语考试，在中国英语考试它很奇怪，中国的英语考试它只考你的读，你需要读懂英文，你需要知道这个英文是什么意思，你需要看懂，你需要看懂这些英文，但是你不需要听懂，你也不需要会说，你不需要说，也不需要听，你只需要看懂这些英文。如果你能看懂英文，那么你的英语考试就会非常好，你会考非常高的成绩，你的成绩会非常高，你的英文考试的分数，你的分数会非常高，你的分数会非常好。所以很多学生他们会练习看，练习读，他们会练习英文，但是他们不练习听，他们也不练习说，他们不需要练习，因为考试不考这个。你不需要练习说英文，所以很多学生他们的说和听不会，他们不会说，也不会听，他们听不懂，也不会说英文，因为考试不考这些，因为考试不考这个。如果你想去一个很好的大学，你不需要会说英文，你也不需要听懂英文，你只需要看懂。如果你能看懂，那么你的成绩会很好，你的高考的成绩，你的高考的分数会很高，你会你会去一个很好的大学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所以很多中国的大学生，他们不会说英文，他们也听不懂英文，因为高考他们不需要你说，不需要你听，这是一个我认为很大的问题，也是主要的原因。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，我的英语考试一共是150分，一共是150分，我考了135分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英语应该很好？我的英语会非常好。其实我在高考的时候，我的英语很差，我不会说，也听不懂，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的英语真的一点儿也不好，很不好。所以我觉得高考考试，中国的英语考试有一个这样的问题，很大的问题，他们不考你的听，也不考你的说，他们只考你的看，你的读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你可能会问我，为什么考试不考听，不考你的说呢？为什么中国的考试它不考听，它也不考说呢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你们知道中国很大很大，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城市，很大的城市，我们有北京，我们有上海，我们有广州、深圳，这些很大的城市。这些城市的学校，他们的学校非常好，他们有很好的老师，他们有很好的英文老师，所以他们的学生他们学得很好，他们会说很多。但是你们也知道，在中国的中部中间的地方，
和西部、西方中国的西边的地方，这些地方有很多学校，他们没有很好的老师，没有很好的学校，所以他们的学生，他们没有很多时间，没有很多机会学习听和说。他们的老师不是特别的好，他们的老师英文很一般，他们的老师的英文也不是很好，所以他们的学生的英文也不会很好，也很一般。这是一个问题。所以我们的高考为了公平，为了高考的公平，为了考试的公平，它会让大家都不考听和说。你们可以想一下，如果我们考听和说，北京和上海的孩子他们会考很高的分数，他们的分数会比中部和西部的孩子高很多，他们的成绩会比中部和西部的孩子高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可能有很好的学习机会，他们可以进入很好的大学，但是中部的孩子和西部的孩子，因为他们的学校很一般，他们的老师很一般，他们没有很多机会练习听，没有很多机会练习说，所以他们的听和说会不太好。所以他们如果考听和说，他们的成绩会不太好，他们的成绩会很差，他们的分数会很差，所以他们会没有很多机会去好的大学。所以我们的政府，我们的国家，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好的大学，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上好的大学，我们就不考听，不考听，也不考说，这是一个公平的问题，公平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有机会上好的大学，所以考试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，因为如果考试里没有听，也没有说，你就不会想学说，你也不会想学听，你的听和说会很差，会很不好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。第二个我认为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历史问题。中国的历史，你们知道我们很晚才学习英文，很晚才开始教英文，大概是70年代，大概是1970年到1979年，中国才开始教英文，所以很多人他们没有学过英文，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完全不懂，他们完全不会英文，因为1970年中国才开始教英文，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很弱，很落后，他们需要学习很多外国的东西，他们需要学习很多英文的东西，这些东西都是英文，所以他们需要学习读，他们需要学习看，需要学习看英文，他们不需要学习说。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，他们会去图书馆，他们会借很多英文书，然后他们会读这些英文书，但是没有人练习说，也没有人练习听，因为他们不需要，他们只需要读这些英文，他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这个怎么做。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，他们的听力完全不行，他们的听力很差，他们的说也很不好。我记得我的中学英文老师，他的英语口语
他的说不太好，但是他的读，很好，很厉害，所以我们的英语成绩，我们的英语分数很高，他很会教，他会教我们怎么做题，所以我们的分数很高。但是我们的说，我们的听很差，很不好，因为我们不需要学习，因为考试不考这个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学习这个。这是中国的历史问题。但是现在你们知道有很多外国人，他们来中国玩，他们跟中国人工作，他们跟中国人一起工作。很多中国人他们在网上看很多的外国的电视，看很多外国的电影，他们需要听很多的英文，所以现在很多的中国人他们的英语会好一点了，但是他们还是不会说，因为没有人和他们说英文。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问题，一个中国历史的问题，因为我们学习英文很晚，因为中国学习英文很晚，我们的爸爸妈妈，我们的父母，他们都不会说英文，一点也不会，一点也不懂，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英文的环境。我们的同学，我们的老师，他们的英文也很不好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提高我们的英文水平，我们需要去网上看视频学习英文，所以这个很不容易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语言的环境的问题，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，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改变，慢慢的改变。OK， 这是今天关于中国人学习英文的视频。我想问一问大家，有没有中文学习的问题？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你们有没有语言环境的问题呢？你们需不需要有一个老师来帮助你们提高口语和听力呢？当然你们可以看视频，你们也可以跟我一起学 OK， 我们一起提高我们的语言水平 OK， 这是我们今天的视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